最近呢 Coco Video 呢又做了一版更新。那我们从它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呢，它其实从文声视频已经发展到了图声视频，包括它从2B 的这个模型到5B 的这个模型，那整个的这种参数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其实我们对它的2B 版本呢并没有太多的讲说，因为当时的效果的确是比较差。那5B 的版本呢，我们做了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顾一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那作为首个采用这种DIT， 也就是我们说的类似于 SD3 这种视频生成模型，它的表现效果呢，其实比我们传统的这个模型还是要好很多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在 Twitter 上面有一些博主呢在分享的一些视频。那你会发现啊，在这些画面里边，它不管是对画面整体的表现、人物的一致性的表现，以及一些相对的复杂的动作和环境的表现，其实呢都是不错的。那也有人呢有一些另类的玩法，比方说我们可以采用Flux 的 LoRa 呢来生成一致性的人物，然后用这个人物呢来生成对应的视频。所以说呢 Coco Video 的玩法呢也就越来越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它的最新版本，也就是图生视频。那你现在看到的是 Coco Video 在抱抱脸上的主页。那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版本叫 i2V 也就是 Image to Video， 图片到视频。那这里边呢有它的一些模型的基本的概述，那也就我们刚才说的 2B 就是2亿参数版， 5B 5亿参数版，包括我们这个图片到视频的这个版本那么你会发现它如果真正运行起来的话，需要的这种显存的数量以及内存的数量，这个都是有对应的说明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如果想用它的话呢，当然呢是用ComfyUI 的一个扩展。这个扩展呢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 ComfyUI Coco Video X Upper。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是 Diffuser 应用的一种包装也就是说你需要将这个抱抱脸上完整的那个 Diffuser 的那个结构给它完全下载下来它其实并不是靠原生的 ComfyUI 来实现的。那它更新的版本很多那么其中有一版呢叫做 Coco Video Fan， 这个呢也比较有意思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它其实也是图生视频，但是并不是官方的这个实现，生成的效果呢也就一般，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把它略过。那今天我们重点讲的还是这个第4版的 update。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结构和我们之前讲的 5B 版本的文声视频呢是差不多的，那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儿给它传了一张图片，然后呢经过我们类似于一个 VAE 的编码当然这个编码呢主要是它内置的类似于这种 3D transformer 的编码，因为我们说的那个图片的一般都是 2D 的那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那下边我们说一下安装。这个安装的话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网络畅通，在真正跑这个模型节点的时候呢，会下载对应的文件。那这个文件结构呢，其实就是抱抱脸上的这个文件目录。那这个文件目录呢，重点是这个 Transformer 里边这几个模型，这几个模型其实呢还是比较大的那加起来呢是将近10个 G。那么所以说呢它会把它逐渐的下载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是这个 Text Encoder， 也就是我们说的编码器。其实这个编码器呢，大家如果是手动下载的话呢，是不用去下的。为什么？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说其实呢，它和那个T5 的那个编码器是通用的，所以说你如果用过 Flux 的话，你完全可以用那个 T5 的编码器替代这个编码器。所以说你真正下的时候呢，是不用下这2个的。如果你下载下来呢，可以把它删掉，因为它将近呢也占10个 G，所以说呢这个占用的资源还是很大的那我们把它删掉的话，其实是可以节省一部分空间的。那我们看一下它下载完之后相关的一个目录结构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自定义节点里边呢，你会看到这个组件对应的文件夹，这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GitHub 对应的目录。那这个里边需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把 requirement 给安装一下，因为它有很多的要求，比方 diffuser 一定是0.30
那它在这个 Config 里边呢也有明确的一个说明啊，所以说这些的话呢，我们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如果版本不对的话呢，可能你根本就跑不出来，而且那个出错是非常怪异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呢一定用 pip 把它安装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模型下载，下载完之后呢会在你的 Models 里边，然后我们对应的 CogVideo 目录里边。那么因为我们之前做过5B 的文声视频嘛，所以说这儿有5B 的这个文件夹啊，还有这个i2v 也就是图片到视频的这个。那你看这个目录呢，其实跟我们刚才在爆爆脸上看到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把那个 text encoder 给它删掉了。那这里边呢，我们的 transformer 里边就是这3个这个最大的模型文件啊。如果说你的网络环境会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呢它会非常快的把这个目录结构给它下载下来啊。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就需要手动的下载，下载的时候只要保证这个目录结构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具体的应用方法。这个呢是它给的官方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啊。这个在我们的一个 examples 目录里边呢也是有的，你只要把它加载下来就行了。那我们这儿需要给大家说一下你需要调整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lip 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呢我们是和 Flask 共用一个文本的编码器，所以说我们用的也是这个 T5 的编码器，但是这个 type 呢一定要选 SD3 啊。然后呢这些呢其实都是固定了的。那比方说这儿有一个节点叫做 load CogVideo model， 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啊。那这里边你可以加载各种各样的这个文件类型，当然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图片到视频，所以说呢是 i2v。然后这个 preposition 的话呢，你可以选各种各样的啊，比方说 FP16 啊 BF16 这个都可以啊，我这儿选的 FP16。它官方应该是选的 BF16，FP16 占用的资源相对的小一些啊。然后我建议大家把这个给它打开，就是 FP8 transformer， 因为呢我们在这儿其实用的是一个 FP8 的编码器啊，所以说呢也有可能，我不确定它内部是不是会将 FP16 的版本转成 FP8， 但是呢我感觉呢可能要把它打开一下会更好一点。下边呢是2个文本的编码器，一个正向提示词，一个反向提示词。那正向提示词呢，我写的是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滴落在了一个荷花上边。那么反向提示词由于是大模型嘛，所以说呢这个反向提示词其实不太重要啊，象征性的写了一个 text watermark 这样的提示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采样器，采样器除了我们的 pipeline 啊，就是你加载的模型，然后还有我们的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之外，那我们需要用到这样一个东西，叫 image condition latent。那这个是在浅空间里边一个图片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图声视频就是靠这个来实现的。那么它是怎么来做的呢？你要注意，我们首先呢需要上传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是我用 Flask 生成的一张水滴落在荷花花瓣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首先呢是分辨率的问题，我们在讲 5B 版本的时候也给大家强调过，这个分辨率呢一定要是720×480，这属于官方默认的一个分辨率，不要去改，你改的话呢可能会出问题啊。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upscale 这个 method 一定要选这个like those 这个东西，因为呢如果你选别的，比方你选那个 nearest，那其实它缩小之后，因为我这个图片大，我把它缩成720×480，那么它其实呢如果用那个叫最接近的那个算法 nearest， 其实呢那个像素周围是有这个马赛克类似于不清楚的这种锯齿出现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保持这个缩放的清晰度呢，尽量还是选择这个方法。那如果你做的不是这样一个任务啊，你做的是类似于upscale 就是我们说的放大，然后detailer精细化的这样操作，其实那个无所谓，因为你后边会有一个采样和降噪的过程，这个是作为一个驱动图片来出现的，所以说这儿呢我们尽量的还是采用这个缩放的方法。然后呢就是一个编码器，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VE 的 encoder， 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个编码器是一个 3D 版本的编码器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视频3维空间的，而不是一个2维空间的，所以说它把它封装了一下。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进到我们的采样器。这个采样器里边呢有一些设定，首先呢 width 和 height 这个一定要和我们的默认分辨率保持一致。Number frames 我这儿也是默认的啊，它这是49，采样步数是50， CFG 呢是 6.0， SID 然后这个 scheduler 这两个默认就行了。然后降噪呢我们给的是 1.0， 完了之后呢类似于一个 decode， 跟这个是相反的一个操作。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生成这个视频了，大家看一下生成这个视频的效果。这个效果呢应该说是非常棒的啊，因为我是一个特写的镜头，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将这个水滴的微观性的变化呢应该表现的非常的棒。那这是对于景物的这种描写，我只试了这一个，因为采样的时间比较长啊，没有做太多的例子给大家。但是呢通过这个你会发现它在这种景色氛围或者是不带人物的这种图片表现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我们再试另外一个，这个呢整个的工作流跟上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我把提示词呢给它换了一下参考图片换了一下参考图片呢我换成了一个 Flux 生成的一个美女，当然呢它的宽高呢也是720×480不对我说的不正确啊，这个是1440×960，因为我用 Flux 去生成呢我必须分辨率是够的，我如果生成720×480这个人物肯定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用的是2倍的一个生成，所以说呢是1440×960，然后我再把它缩成720×480，然后我的提示词呢也非常简单 ，a smile girl， 也就是只要一个女孩她笑起来，那我们就认为这个生成的效果呢就完成了，没有特别复杂的动作在里边。然后呢经过采样之后呢我们来看生成的效果。你注意啊，这个女孩呢她在整个的保持人物的一致性方面包括环境的一致性方面，色彩的一致性方面做的都是非常棒的，不像我们早期的那个大模型甚至这个东方人物会变成西方人物这种情况呢其实呢出现的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它对于动作比较简单的这个人物动画表现呢还是没有问题的，要远优于我们说的这个 Animated Diff 这样的一个效果，或者是原来 SVD 的这样一个效果。对于复杂动作它的表现呢可能我们就要稍微的差一点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首先看这个参考图片，这个也是我用 Flux 生成的，宽高呢同样是1440×960，是一个侧面的女孩是一个 profile。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提示词，我这个提示词呢相对的复杂一些。那这个提示词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这个女孩呢能把头给它扭过来，然后冲向这个相机，然后开始慢慢的笑。你注意我这个动作呢就设置的比较多。那我们生成的效果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我们会发现动作基本上都有，她在扭头，然后呢开始笑。但是呢也发现很多问题，首先人物面部的这个变形是比较厉害的，尤其是在最后，那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上是走形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参考图像里边只有一个侧面的图，我假如说让它转过身来，它面向你的话，可能呢有一些面部的特征它没有办法非常完美的给你表现出来。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生成一个比较好的动画效果的话，尽量的呢不要让这个模型去推测它看不到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个 Cogwide 需要加强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线上的大模型，不管是 Runway 也好不管是海螺也好，甚至是可伶这个包括最近出的这个通义，那可能都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呢 Cogwide 作为一个新出的完全开源的模型呢，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不够。但是呢你会发现它能够完全呈现这个动作的一个序列，所以说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型的表现呢还是不错的。那有人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线上的那个模型，而要用本地的这种模型？其实呢你会发现在很多时候呢线上的资源永远是受限的，很多人都喜欢把模型下载到本地，然后用自己完全可控的一个状态来运行。尤其是对于程序员出身的人来讲呢，可能更喜欢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另外我觉得这个模型作为
第一步的这个纹身视频的模型，在后续呢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即便不是这个产品，后续呢也会基于这个产品的效果做出来更好的一些开源模型。所以说开源社区的生命力呢是无穷的，大家呢要紧跟这个技术发展的步伐。那这是我做的一些基本测试，其实我想做的测试还很多，比方说叶子落在水面上，或者是下雪下雨的场景，甚至是镜头的这种变化啊，镜头的左移右移旋转啊，甚至是推进拉远，其实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做一些测试。因为呢我们每生成一个视频用的时间都比较长啊，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生成足够多的演示视频，所以说只能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演示。好，今天呢我们聊到这儿，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